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。如果是我的铁粉，请给我一个 like。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请您静悄悄地给我一个 like。58岁的姚阿姨说，她每个月的退休金有6000块钱，这么多的钱，她一个人根本花不完。她几乎月月都要出门旅游，日子过得很是开心。可是前不久，在姚阿姨的身上出现了一些状况，她自己解决不了，于是就向儿子求助。儿子却说，鉴于他之前的一些所作所为，他不打算帮助他。儿子的话让姚阿姨意识到自己曾经犯下的错，内心悔恨不已。姚阿姨，我今年58岁，到现如今我已经退休有8年时间。老伴在世的时候，我俩的感情特别好，退休后的我们每天都形影不离的，日子过得很是惬意。我和老伴年轻的时候吃过很多的苦。老伴是铁路上的职工，经常10天半个月不在家。老伴不在家的日子里，我就一个人带着儿子过日子。我是医院里的护士，在注射室上班。医院里的病人很多，每天从上班开始直到下班，我都忙得脚不沾地的，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。那时候的我们，除了工作和照顾孩子，根本没有娱乐的时间。我们最大的期盼就是尽快退休，结束这忙碌的日子，可以从容地享受生活。我们有一个儿子，儿子小的时候读书成绩特别的好，从小到大儿子都没让我们操心。大学毕业之后，儿子就去了一家上市公司上班，由于工作能力出色，如今已经做到了主管的位置。儿子有出息，我们就没有了后顾之忧。退休后的我们就到处游山玩水，很是惬意。我和老伴的退休金加起来每个月有1万多块钱，这么多的钱足够我们潇洒地享受养老生活。自从我俩退休以后，就彻底地放飞了自我。我们去南方看海，去北方看雪，就连过年的时候我们也很少回家，只是为了在不同的城市体验不同的年味。虽然我们有1万多的退休金，但架不住我们总是在外面跑。所以虽然我们的收入不低，但仍然没有存下钱。儿子结婚的时候，我们没有钱给他买婚房，我们的钱全部花在了游山玩水上面，根本没有存款。我告诉儿子，我将他培养到大学毕业，已经尽到了为人父母的责任。买婚房是他自己的事情，不应该要求我们出钱。儿子听了我的话，没再说什么。过了一阵子，他说房子买好了，首付款亲家出了一部分，小两口出了一部分，不足的部分他们刷了信用卡。我说那不是挺好的，房子买了就行。我儿子那么有出息，哪里需要我们帮忙？儿子只是笑笑，仍然没说话。儿子和儿媳的婚礼，我和老伴作为儿子的父母，和两亲家同时站在了台上，接受亲朋好友的祝福。每每想起我的同龄人，他们为了儿子结婚，不仅掏空了积蓄，还欠下很多的外债，为了还债，不得不在退休以后继续打工挣钱。我就感觉自己特别幸运，庆幸自己有一个好儿子，我可以毫无压力地享受生活。孙子出生那会，我和老伴正在南方的一座城市旅游，儿子给我打电话说他们都不会带孩子，连给孩子换尿不湿都不会，儿媳妇在家里愁得直哭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我问儿子，亲家公和亲家母不是跟你们住得挺近的吗？让他们帮帮你们不就行了？儿子说，亲家公前不久查出得了癌症，这几天正在医院里手术，
亲家母24小时陪着亲家公，根本抽不出时间来。儿子祈求我，让我务必赶回来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他绝对不可能给我打这个电话。他说儿媳妇愁的奶都没了，孩子只吃母乳不吃奶瓶，饿得嗓子都哑哭了。即使是这样，我也没有回家。我们来的时候买的是往返机票，若临时退票就要损失不少的钱。我告诉儿子，带孩子没有什么难的，自己上网学育儿的方法，很快就琢磨会了。听到我这样说，儿媳妇不乐意了，她抢过电话，大声地指责我。她说我哪里有当奶奶的样子，别人家的奶奶，孙子出生以后，忙前忙后的帮忙带孙子，照顾儿媳妇坐月子，只有我只顾着自己玩乐，丝毫不管孙子的死活。我理直气壮地告诉儿媳妇，当年我带儿子的时候，婆婆也没在我身边，还不是自己一个人带过来的。既然我可以，那你为什么不可以呢？我的话还没说完，儿媳妇就不耐烦地将电话给挂了。老伴在一旁说，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。儿媳妇不开心，万一跟儿子吵架咋办？我两眼一瞪，说儿媳妇又打不过咱儿子，有啥好害怕的？我偏不回去。若是这次给了他脸，下次他还指不定怎么蹬鼻子上脸呢。我可不惯着他。直到孙子满月那天，我才去儿子家看孙子。我和老伴刚一踏进家门，就发现气氛明显不对。小两口都在家，却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话，他们都冰冷着一张脸，既不招呼我们坐下，也不跟我们打招呼，没人搭理我们。我们感到很是尴尬，在家里待了没一会，逗了逗孙子，就无趣地走了。虽然我知道儿子和儿媳妇跟我结下了梁子，但我丝毫没有在意，更没有主动求和的意思。我的性格非常倔强，这辈子从来没有跟人说过软话，就连对我的亲生儿子也是如此。我不怕儿子和孙子跟我不亲，我又不靠儿孙给我养老。我有房，有退休金，有爱我的老伴，养老没啥可愁的。可是天总是不随人意，老伴63岁那年，因为突发脑淤血，匆匆地离开了人世。老伴去世之后，我天天都一个人待着，感觉特别没意思。为了排解孤独和寂寞的感受，我越发的爱上了旅游。只有身处在热闹的人群之中，我才会忘记孤独，让自己的心情愉悦起来。我每个月有6000块钱的退休金，即使我月月出门旅游，也足够我的花销。老伴在世的时候，多了他那一份收入，出门旅游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住得好一点，吃得好一点。老伴去世之后，只剩下我一个人的退休金，我就报便宜的旅游团，一样可以经常出门旅游。虽然吃饭和住宿的档次低了许多，但并不影响我旅游时愉快的心情。前不久，一次突如其来的意外，彻底打败了我安逸的养老生活。在一次登山的时候，我不小心摔下了山坡，双腿骨折，再也没能站起来。那时候，我还在离家1000多公里的风景区，身边没有一个亲人。虽然我住进了当地的医院，找了护工看护自己，但我仍然感到极其不方便。护工和我素未平生，他之所以照顾我，只不过是拿钱办事而已。他照顾我的时候极其敷衍，他见我没有亲人在身边，对我越发的肆无忌惮，根本没有好好的照顾我。虽然对护工心有不满，我也不敢提意见。我在外地孤身一人，没有亲人给我撑腰，我不敢造次。万一得罪了护工，招致他的报复，我可是一点招都没有。住在病房里，我最大的担心就是我的财务安全。由于没有亲人在身边，我就只能自己保管贵重物品。病房里人来人往的，万一有小偷，
把我的手机和钱给偷走了。我一个人身处外地，可谓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每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都是将装着重要物品的包包抱在怀里睡觉，由于精神总是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，所以我根本睡不好觉。白天病房里的闲杂人等更多，我就更不敢睡觉了。即使困得睁不开眼，我也只能强打精神，看着我的东西。这个时候，我才深刻体会到钱的重要性。如果儿子在我的身边，我就能够放心大胆地睡觉，不用担心被人欺负，担心遭受到财产损失。好不容易熬到病情稳定，我杵着拐杖飞回了自己的家乡。一下飞机，我就给儿子打电话，让他开车接我回家。儿子问明了情况之后，只是冷冷地说一句：我帮不上你，你自己坐出租车回家吧。说完，他不等我回答，就挂了电话。儿子如此冷漠地拒绝我，让我很生气。我迅速回拨了过去，大声地质疑儿子，骂他没良心。我把他养这么大，他连接我回家都不愿意，简直就是白眼狼。儿子冷冰冰地说道：你游山玩水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我这个儿子？现在你有困难了，就想到我了。可是我有困难的时候，又能找谁呢？你知道吗？我的工作丢了，现在连房贷都交不起。此时此刻，我正在送外卖，哪里有时间接你？听说儿子丢了工作，我很着急，连忙问他：你那么好的工作，怎么突然就没了呢？儿子说：还不是怪你，你只顾着自己开心，到处游山玩水，孩子没人带，我们又顾不起保姆，老婆只好辞了工作，在家里带孩子。为了挣房贷和养孩子的钱，我不得不挣一些灰色收入，被公司发现了就被开除了。说完，他又补充了一句：你不要总是给我打电话，如果被我老婆听见了，我的婚姻叫完完。我没了工作，如果再没了婚姻，我这辈子就彻底没指望了。儿子的一席话让我痛悔不已。我很想帮帮儿子，可我的兜里也没有几个钱，即使我想帮他，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我的腿还在恢复阶段，目前还不能自理。我要花钱雇保姆照顾自己，要应付我和保姆2个人的日常开销。我那6000块钱的退休金根本不够花。我原本打算找儿子借点钱周转，看这情形是没指望了。我打算腿伤好了之后，再也不出门旅游，好好在家里待着，省下一半的退休金，资助儿子还房贷。如果儿媳妇愿意，我愿意帮带孙子。希望我的这些举动能够让儿子和儿媳妇能够原谅我当初的糊涂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收藏。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